掌柜的，有我的信吗？哟，谢姑娘，我还以为您不回来了呢。我正说找人把您东西都给搬出来呢。我再问一次，掌柜的，有我的信吗？怎么着？这信里面还会有银子不成？谢姑娘，您这房是住还是不住啊？今天来了好几个客官，都看上您这房子了。掌柜的，我不住了，我要去北平。您去北平？嗯，去那儿干嘛呀？不要错过吴家福送货上门。哎，姑娘，来尝一尝，尝尝我的坚果，别后悔啊！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老板，我吃遍了大江南北的小吃，你家的味道真的不错。那是。哎，老板，我跟你打听一下，北平有位谢员外，他的府邸就在这附近吧？就在隔壁2条街。姑娘，你认识谢员外？怎么看起来不像？不是，不像就对了。我哪里认识什么谢员外？我是到北平来探亲的，亲戚呢也没有说清楚地方在哪里，只说在谢家的附近。我就说嘛，看姑娘这身打扮，端庄朴素，怎么也不像是和那谢土匪有什么瓜葛。土匪？可是我听说谢员外是个生意人啊，腰缠万贯呢。谢老爷虽然是腰缠万贯，可他那做生意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从哪儿来的呀？啊，姑娘不是本地人，有所不知。那个谢传忠啊，他原来就是个放羊的娃，可是后来几年莫名其妙的就发了家。我听别人说啊，他是发现了一个被剿灭的马贼的贼窟，得到了大笔金银珠宝。也有人说他发现了北元当年一个大官留下来的大笔钱财。要不是他发了横财，就凭他那个放羊娃的出身，怎么会混到今天的位置呢？再富甲一方也难以受人敬重。可不是嘛，这每次吧跟人喝酒都会受到冷嘲热讽的。老板，这北平城里最好的绸缎庄在哪儿啊？隔壁就有一家瑞祥绸缎庄，是不是最好的我不知道，但是当地的名门大户都去过，差不了。多谢老板啊，给我包几包坚果吧。哈哈，小二，赶紧的。好嘞。多谢啊。谢谢老板。慢走啊，姑娘，好吃再来，我这给您送货上门。老爷，我吩咐多少次了？看账的时候别来打搅我。不是老爷，有贵客求见。贵客？这北平城内还有谁比我谢老财还贵？老爷，这位贵客自称是江南来的陈俊谢氏。陈俊谢氏？哎呀，快！别急，别急啊，老爷，你这慌慌张张的，招人笑话。我能不急吗？陈俊谢氏可是江南名门之后，我谢老财如果能和他攀上关系，这以后啊，就再也不用被人笑话了。收到书信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要等些时日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了。哎，这谢姑娘当真是江南谢氏啊？来得这么突然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名门之后不是谁都能冒名顶替的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哎，行不行，夫人？行行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请恕船中有失远迎。谢员外，姑奶奶叫我船中就好，可称不得员外。啊，姑奶奶快请坐。来，好，姑奶奶，旅途劳累了吧？啊，你们也坐吧。
用不着这么拘谨。我的辈分比你大，但是年纪比你小。谢员外大可不必这么客气。哎，姑奶奶，这规矩不能废，长辈就是长辈，万事成语录，传立以守德。姑奶奶与船中的祖父是同辈，年纪再小，这规矩也乱不得。那你的礼数我就心领了。可是，在没有查明之前，我是不会轻易认下你的。所以，员外不必着急，先坐吧。姑奶奶，这不会错的。打小我爷爷、我爹就这么告诉我的。我不识字儿，可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是陈俊谢氏的后代。我爹叫我将来出息了，一定要认祖归宗，不能忘了祖宗啊。你别急，听我慢慢的说。不瞒你说，其实咱们陈俊谢氏传到如今，早已不比当年的辉煌了。虽说是开枝散叶满天下，不过大多数已经自立堂号了。我们这一支日渐凋敝，如今就连祖祠也是破败不堪。到了我这一辈上，子孙就更少了。好了，就不说了。瞧见没有？这动作，这做派，嘿！啊，谢员外。哎，姑奶奶，如果真的能够证明你是我谢家的子孙，壮大咱们这一房的声势，那自然是天大的好事。我千里迢迢赶到这儿来，也算没有白跑一趟。可是需要验证的东西，我还是都要一一看过了之后才做准的。姑奶奶请放心，真金不怕火炼。姑奶奶需要查证什么，尽管吩咐，船中马上准备。我有些累了，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明天再说吧。是，姑奶奶先休息休息，您的卧房早准备好了。我这次来走得有些匆忙，所以也没有准备什么。一会儿出去转转，给谢夫人买2匹丝绸，当做见面礼了。姑奶奶有心了，这怎么好意思呀？没错，哪能让姑奶奶破费啊？来人，准备宝钞，一会儿给姑奶奶送到房里去。是。姑奶奶，您想买些什么，尽管买，全当船中尽孝心了。啊，这样也好。姑奶奶，这边请。哎，姑奶奶，您慢走啊！刚才怕的我连大气儿都不敢喘。到底是大氏家里出来的人物，我是怎么学都学不来的。可不是嘛，人一个小姑娘家，往那儿一坐，好像她才是主人，我们都成了客人了。哎，我这辈子前半生穷，乡亲们看不起，现在有钱了，贵人们看不起，赴个宴吃个酒都是夹枪带棒冷嘲热讽的，哪次不是吃一肚子气回来？这下好了，认了陈俊谢氏当祖宗，我看谁还笑话我出身低贱？谁低贱？谁低贱？我的祖宗比你的能耐大了去了。不过老爷，我听说这些世家特别讲规矩，哪怕穷死饿死，也端着世家的架子，不肯与咱们这样的平头百姓来往攀亲。你说他当真能认咱们这个亲戚吗？哎，放心吧，你也看到了，这个谢姑娘虽然穿得大方得体，终究比不上咱们。看来老谢家也就剩一个世家的名了。只要他让我认祖归宗，入了族谱，我就捐钱修祖祠。
好生伺候着，我谢传忠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认下了我，他有名就有利，我有利又有名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啊？是，老爷说的对。就这么把季刚留在客栈，不太好吧？季老弟本来就对咱们谈生意做买卖没什么兴趣，不如就把他留下帮咱们看着账本，我们也能放心，对吧？也是啊。对了，西门兄，你说你这次联系的那个办事人，究竟是什么来着？哎呀，本来这是兄弟趟出来的人脉，本来还是保密来着。不过，算了吧。既然我把你当自家兄弟，自然不能见外啊。这个主事人可是北平经营裘皮第一人，暗中就是北平地面上南货北运、北货现输、坐地分赃的头号人物。至于富贵到什么程度，老弟一会儿一见便知。好。哎呦，这北平的女子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！哎，等等我！你们两个就在这儿等着吧。是。劳驾掌柜的，再帮我挑2匹上好的缎子，我一并买走。哎呀，姑娘爽快，爽快人啊！嘿嘿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咱们瑞祥的绸缎，那在北平真的是一绝呀！您稍等啊。这是姑娘的玉佩，请收好啊。我这就给您选缎子去啊。姑娘啊，不瞒您说，我们绸缎庄是从来不向外人赊欠的。那天看着姑娘拿着玉佩来换我们的绸缎，也不知怎么的，我就答应了。可能是觉得姑娘长得面善吧，没成想，果然姑娘是言而有信之人，这么快就把账给结了啊！是看我面善呢，还是看这玉佩面善呢？以我这玉佩的成色，足可以将你这店铺买下来了。姑娘说笑了，姑娘说笑了。您看看这绸缎怎么样？合您眼吗？这是彩织锦缎，看上去还不错，就要这个了。好，我马上给您包起来啊！策马一边拂袖正河山，不知豪情争不过离散。客官慢走。卸下铠甲锦衣穿，黄红灯影人独叹。壮志终究吞不下这孤单。愿用一生的肝胆，撑一把纸伞，为你挡风雨和忧烦。哟，姑奶奶您回来了，正好有客人来访，老爷等您开饭呢。客人？对，是远道而来的2位富商。什么人？这么重要？你先去告诉谢员外，我稍作梳洗，休息一会儿便过去。是，姑奶奶。几年没有穿着华贵的衣服，竟然已经不习惯了。有多久没有住过这样的卧房了？现在就连一件衣服也要赊账才能买得起。 姑
在下也是久闻谢员外大名，今日有幸登门拜访，实在是幸会。哎，哪里哪里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萧冰姑娘。哎呦，姑奶奶，快请坐。传中特地命人准备了江南菜式，您尝尝，合不合胃口？啊，谢员外真是费心了。谢员外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谢某的族中长辈。谢某是陈俊谢氏的后裔，依照我们谢氏的族谱排下来，姑奶奶是羽字辈，我是传字辈。姑奶奶与谢某的祖父是同辈人。啊，哦，原来你谢员外是陈俊谢氏之后啊，失敬，失敬。失敬。哎，不敢不敢，二位客气了。谢姑奶奶，谢姑奶奶既然是江南人，那你大老远跑过来，一定是舟车劳顿吧？承蒙阁下关心，一切安好。谢姑奶奶，北平的菜吃的还习惯吗？我听说北平的烧饼口味独特，您有没有尝一尝啊？烧饼，莫非江南人对这种百姓小吃也情有独钟？姑奶奶，要不改日传中也给您准备一些啊？我今日身体有些不适，就先行回房了。几位继续。来人，吩咐厨房准备些清淡的粥，给姑奶奶送到房里去。哎，谢员外，他这个呢，怕是水土不服吧？我听说喝这个茶啊，是可以安神解腻的。哎，谢府附近不就有一个茶馆吗？明日夏某就去喝一杯。谢姑奶奶有空也去喝一杯。真是冤家路窄，真是快把我气死了。他们两个来这干什么？说去喝茶。谢员外啊，方才夏某相求之事，不知谢员外意下如何？运送货品入关之事，在下当然愿意帮忙。不知二位要运的是何物？毛皮、寿金等物，100车左右。毛皮、寿金可不是寻常货物，谢某可不想碰这些东西，惹上是非。哎，谢员外不必为难，大可多考虑几日。我们深知这买卖不好做，不过我们也是替主子办事，上头交代下来了，我们不敢不办呐。哈哈，不知二位是替哪位高人办事儿？齐王。齐王，二位，容谢某考虑考虑。这是当然了。我们今日特地上门拜访呢，也是知道谢员外您神通广大。不过这忙帮不帮，谢员外您自己决定。夏老弟，昨日我见到那烧饼姑娘，我还真是吓了一跳。你说她真是陈俊谢氏？你信吗？陈俊谢氏当初显赫数朝10余代，是江南第2大氏族，无人不知。可是唐宋以来已然落魄，要说他是谢氏后裔，也未必不可能。道理是这个道理。可是既然本家有个这么有钱的侄孙子，他至于每天落魄到吃烧饼和咸菜，为了盘缠把衣服给当了？这的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啊！你不用解了。昨天我下了一个饵，若是他心中有鬼，必会主动来找我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昨日刻意提出来茶楼，
表面是为了品茶，其实是为了守株待兔。若是他心中有鬼，他最怕的就是我们向谢传中说出这一路的所见吧。与其如此，那倒不如主动补救。副官慢走，下次再来。里边请。这不是来了吗？西文兄，你先回避一下，我来探探他的口风。哎，小老弟，你想一个人吃独食啊？真不够意思啊！哪会？哎呀，谢姑奶奶那么巧啊！我听侄孙谢传中说，你们二人此次前来是要与他做生意的。你骗得了他，可骗不了我。你用假身份，到底对我谢家有何图谋？我的身份是假的，可是我真正的身份，谢员外他应该知道。难道谢员外他没与你说吗？哎，对了，谢姑奶奶，您来到北平，意欲何为？你别一口一个姑奶奶的讽刺我。我名叫谢雨飞，本来就是陈郡谢氏族人。我谢氏一门如今人丁单薄，谢传中来寻亲，本姑娘就来一探究竟。如果确定了他的身份，也好让他认祖归宗，再入族谱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明白了，你根本就不是谢氏族人，只能说这谢员外有了钱，想求个体面的出身，所以呢，你就冒充陈郡谢氏，到他们家来骗取钱财。你真是聪明啊！你诓我！我诓你什么了？你昨日在餐桌上故意对我露出那种眼神，让我误以为你可能知道了什么，然后又借口喝茶故意引我出来，让我露出马脚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哪一路的神仙。那天我就向你使了个眼神，谁知道呢？如果你心中无鬼，就不会当回事。可是真遗憾呐，你来找我了。本姑娘胸怀坦荡，哪有什么鬼啊？你心中没鬼？难道就是因为我一个眼神，你就对我春心荡漾了？今天来找我卿卿我我，想跟我柔情蜜意一番？你别得寸进尺！别生气啊！是你自己心虚，非要过来和我弄不清楚。其实你是做什么呢？我一点都不在意。当真？当真。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相信你呢？要不然，你就以身相许。你敢耍我？我不敢，我怕你把我给卖了。我不管谢传中知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可是我知道你的身份还是见不得光的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有半句不利于我的话，我立马就去官府告发你使用假录影的事情。我可是不怕别人验证的哟。谢姑娘放心。很好。那么你发你的财，我赚我的钱，咱们各走各的路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一言为定。其实你并非是怕谢员外，你也并非是冒充的陈郡谢氏之后，你真正怕的是怕别人知道，曾经的名门之后，如今却落得家徒四壁、风餐露宿，甚至是靠行骗为生，对吗？你住口！谢姑娘，如今的世道千变万化，家族落魄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。我劝你还是……我们谢家自己的事情，和你无关。该呀！活该！啊！哎呀，哎，这谢姑奶奶真是泼辣。怎么样？
看出什么了？没什么事，啊，是他的个人私事，与我们的正事无关，咱们也不必理会。哦，这么说，他真的是陈俊谢氏的后裔了？应该没有错。这正所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他有他的苦衷，咱们就别管了。姑奶奶，您回来了。夫人刚买了些南方的水果。夏老弟，谢某一生运货无数，像您这样一次买进这么多物资的，实在是前所未见呀。夏某自知请求过分了，但只是因为这是特殊情况，不知谢员外考虑得如何？这个嘛，谢某有些为难。啊，既然谢员外如此的为难，那夏某绝不强求。哎，夏老弟，留步。谢某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俗话说，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。阁下是齐王的人，谢某自然是获利也要帮忙的。那这么说，谢员外是答应了？哈，谢某乐意帮忙，可是这买卖毕竟风险很大呀。只要你答应我办成此事，这之后的谢礼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啊，嗯，呵呵，那就承蒙谢员外关照了。哪里哪里，都是自己人。对了，夏老弟是从青州方向过来的吧？我听说青州的士绅杨家出了事情，杨公子的书童被刺客给杀了。哦，谢员外是怎么得知此事的？哦，我去年和杨家做过生意，当时没见到杨公子，倒是见过那个书童，叫张13。据我所知，那个叫张13的书童是因为得了暴毙症而死的。至于行刺，估计是江湖上的一些传言罢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既然别无他事，夏某就先行告辞了。啊，夏老弟稍等，上次会面事出突然，谢某也没来得及准备。这是谢某准备的一条上好的火狐皮，赠与夏老弟。哎，谢员外您客气了。我谢老才做生意第二，交朋友第一，小小心意应该的。啊，好，那在下就收下了。夏老弟，我送你到门口吧。哎，谢员外就此留步，在下告辞了。那好，谢某就不送了。等一下，谢姑娘有事找我？上次那个书童他……什么书童啊？就是那个姓张的那个书童，你那天为了救我，你把他……原来你还记得啊？我当然会记得了，难道你以为我是那种会忘恩负义的人吗？哦，是吗？那你说说，要怎么报答我啊？